上周我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周线空白区里面呢，我并不着急去给走势下结论啊，因为当时我有讲过，我们交易是不要去一直给市场下死定论，或者是给自己的思想下死定论，因为市场呢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当时呢从结构来看哦，对我来说方向是在消化的哦，它更像是一个吸筹与整理的阶段。那这几天也停更了好多天啊，我们目前在回顾到这个盘面上面呢，我们会发现说，当时我有提到的那个反转起点，果然哦没有那么单纯了，因为目前呢，我们可以回过头到我们的日线图的环境哦，可以看到说市场哦，并不是当时进到我们周线空白区以后呢，马上给出我们答案的，而是一步步的用价格行为逼着我们重新去建立思考，它到底尊不尊重周线的位置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环境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我有备注的这个两个椭圆形的情况在哦我在视频也有提到说，我不会因为底部的这个震荡呢，去猜市场到底是要涨还是要跌。我真正想看的就是在这个影线留守在我们周线空白区之后呢，接下来的价格行为它到底有没有出市场转变的结构因为只有市场转变出现了，我们才能判断说市场到底有没有尊重这个周线的位置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的100均线我们从100均线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价格呢，在上周它已经是在这里的高位犹豫了好几天我之前有和成员们讲过100均线呢。在这个位置你们可以看到我的100均线是浅蓝色的。那这个100均线呢，你就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中期的平衡点当价格回到我们这些均线位置的时候，并且和 POI 重叠的时候呢，才会增加我们判断的确定性。那至于200均线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深蓝色的部分呢，我一直定义它非常简单的理解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牛熊分界，或者是说极端流动性的这个分化极端流动性的分化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我有提到要注意的这根 K 线，那当时我是画了一个椭圆形在这里，我是说这一个呢有可能会出现诱惑的情况因为当时它经过了连续40几天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一直到这里的这个位置连续经历了五十几天的这个过程呢，它才第一次碰到我们的周线空白区。那当时如果说你有回顾到我的视频分享我有提到这根 K 线呢，它很可能会出现诱惑行为那我就要看接下来它能不能够顺利的摸到我们中轴的位置。而且当时我在底部这里呢，也有做了一个多单在直播间大家也陪我一起见证了我的这个多单呢，已经是完成顺利止盈到中轴的位置。那在完成这个止盈了以后呢，当时也是在直播间有提到说如果你是以周线一直在等待埋伏去衡量空单的思路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周线的环境我们切到中时间级别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价格触碰的那一刻在这个影线，当时在直播间我们大家也是一起去看到说，在这里的影线通过我们中时间级别内部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根影线里面呢，它是埋了很多减弱的信号，也就代表说原先这一根的上涨呢，价格是没有办法通过后续的这个 K 线完成突破突破掉我们的这个周线空白区的通过这个大时间级别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原先的这个开始在减弱以后呢，价格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它就出现了一个没有办法清扫上方的高点或者是低点，从而导致说这一根呢开始在犹豫了。而且可以看到这一根当时是周四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上周四价格呢它是存在了犹豫的阶段。当时在这个
引线的埋藏哦，也跟大家讲了，我要看到的是中时间级别它到底能不能够出一些结构呢，让我更加确定周线的位置依旧还是能够被尊重的。目前我们可以回顾到1小时环境哦，可以看到我的椭圆形依旧还在这里啊。那我们回顾到1小时的环境来看呢，当时我画的这2个椭圆形哦，其实在上期视频我也提到了哦，第一个椭圆形呢，很有可能会出现诱惑嘛，但是我们现在呢，需要真正的观察的是后面我给大家讲的，或者是在我的直播间讲的，就是第2次的回踩到我们中轴的这个位置呢，我们才能够去观察说价格回落到周线空白区以后，它到底会不会出现什么反应？而且当时是还没有这些 K 线的时候，我也是提前备注了一个椭圆在这里高位，我也是有提到说，在这个位置呢，要等出现市场转变呢，我才会去执行我想要的一个思路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日线级别呢，我们有提到说，在第2个椭圆形的上方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在这里是一直出现引线的状态，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延续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从线图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往上走的时候，第2次它是没有办法正式的往上延续，直到出现了第1次的这个小小的反转结构那我们通过这个反转了以后呢，价格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了类似于等高的这个情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不是拿这种小结构来去衡量市场转变，或者是等高的位置，或者是说你不是用线图来去衡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K 线图。那我们可以看到 K 线图呢，如果你不是按照小结构来去衡量整体的价格，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底部这里原先这里的上涨回调、上涨回调、上涨回调、上涨出现了反转。那真正的反转起点呢？如果是按照 K 线环境来看的话，反转的点是在这里那如果说你们有知道我的习惯呢，一般的情况来讲，我都会用杀戮时段的低点来去衡量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用这里的摆动低点来去衡量，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一个市场转变，也就等同于说上一期视频我提到的，在触碰我们周线中轴的位置以后呢，是要等有出现市场转变，我们才来去衡量说接下来的价格呢，它能不能够出现尊重周图的这个环境，迎来一个下跌嘛。我们从过往的这个直播我也是有反复的强调如果是说我们去衡量市场转变，或者是说我们衡量刚才有提到的这个等高结构，那我们可以理解为，不管是市场结构，或者是说等高等低结构呢，往往都是非常重要的衡量维度简单来讲呢，它就是强支撑或者是强阻力的表现多数的情况下呢，一般这种结构成立的话呢，价格反而容易往反方向走这个我在直播间有提到很多次了那如果说我们不以市场结构，或者是说我们不以等高等低结构来去衡量的话呢，那我们依旧还是以均线的角度来去看一下，目前在1个小时盘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那通过1个小时的盘面呢，我们以均线的角度可以看到说，价格呢在原先底部这里出现金叉了以后呢，后续的价格是出现了跌破。虽然如果说我们不以市场转变或者是等高等低的结构来去衡量的话呢，那我们用均线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滞后大家都知道指标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滞后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我们不以价格行为的实际表现，我们直接以均线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说，价格呢它是通过这一个中轴的位置也就是我们上方空白区的位置呢，产生反应以后呢，就一路没有再执行它的金叉上涨的情况，反而是在触碰我们中轴的位置以后呢，均线就开始出现了缠绕的一个举动。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经过了这波缠绕以后呢，价格是直接把200均线的位置给打破了。那同时我们在200均线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放大看到说，
接下来的这个200均线被打破了以后呢，价格是以爆量来去做表现的。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2根爆量 K 线出现以后呢，价格经历了一波回补出现了我们双顶的结构。那从现阶段来讲呢，我更倾向认为价格依旧还是走下坡路了但是空单的这个衡量呢，依旧还是不会提前的给出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是不带单不喊单的嘛。那我接下来会需要等的就是我们的昨天低点是否有效的被突破因为目前我们回顾到这么历史的这个 K 线来去看呢，其实整体的价格它已经是完成了它想要走出的剧本。那我接下来因为好几天没更视频也没直播嘛，所以说我接下来会去观察的只有昨天的低点因为目前呢，价格刚才有提到价格是回补到我们缺口的内部呢，出现了双顶价格也开始在稳定的下行同时在这个稳定下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底部的这个成交量是开始逐渐的衰竭那在这里呢，刚才有提到这里的上方是出现均线缠绕，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也是出现了均线稍微在缠绕的举动只有200直通上这个20、50、100它能够往下走的话，那么在这一个角度才能够被衡为均线的死叉行为所以从整体不管你是用价格行为还是用均线角度来去看呢，我们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其实市场呢它依旧还是在捉摸的因为我们要清楚的意识到，就是大时间级别它永远都是老大嘛。那在这个大时间级别，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最强的参考呢？其实一直都会回顾到我们接下来的 K 线到底能不能够结合后续的线索来去衡量原先我们想要去参考的位置呢？它是一个更好的阻力或者是支撑。那整体现在我们从日线级别到我们1小时级别来去看呢，其实对我来讲，价格呢它是已经非常之尊重我们周线空白区了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就是2次的回踩它都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也就是我们多头减弱的一个情况即便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先第一次的诱惑这里呢，我们也是可以清楚的发现说，价格在经过这一波诱导以后呢，往上去做延续，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没有实际性的突破的。那在后续的过程当中，价格也是一直开始出现影线的这个残留嘛。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整体的环境来去衡量的话，我们只需要说等待价格能否跌破这个低点来去做接下来衡量。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如果说在这个角度它出现死叉了以后其实还是一样可以回顾到以天图的角度来去衡量，就是说价格它能不能够吃到我们100均线的位置来去衡量对应的位置呢有没有出现刚才我提到的 POI 嘛？那现在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出现现在目前来讲呢，价格是触碰到第一个缺口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个双顶的结构嘛。所以说接下来呢，我还是会以最新的价格来去衡量我想要去做的这个空单思路因为停更了好多天，这个和市场有点脱轨了那不过问题不大今晚直播间依旧还是会陪大家一起去看顺便也给大家聊聊天毕竟好几天没有更新直播还有视频了，对吧？那在今晚直播间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价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家一起去见证同时，如果是说你自己遇到了什么卡点那你也可以在这个下方的链接或者是主页直接联系到我。当你开始工具越堆越多，却依然没有方向，学习资料看了不少，实盘反而更犹豫，那通常不是努力不够，而是缺少清晰的执行框架。这里不带单不喊单，也不靠群体情绪推动，我提供的是1对1的进阶陪伴，采用双路径会员机制，目标只有一个，帮你建立稳定可重复的交易决策能力。想了解细节，可以直接联系。